3月，蘋果更新了 Mac 產品線之後啊，我發現一個有點奇怪的事情，幾乎沒有什麼博主做這個 M5 MacBook Air 的測評啊。講道理啊 ，MacBook Air 絕對是 MacBook 裡面的中流砥柱。我們去年測試過主動散熱的 M5 MacBook Pro， 今年我們就來看看在 M5 裝進了被動散熱的 MacBook Air 之後，性能表現如何。為了讓你直觀了解它的性能水平，我們這次直接湊齊了 M1 到 M5 的13寸 MacBook Air， 來看看到底哪一代 SoC 在被動散热下提升最大。那新款 MacBook Air 呢，除了處理器以外啊，一切都是熟悉的配方，這一次甚至連新配色都沒有，所以外觀沒啥能聊的，直接來看性能表現吧。先来看看 CPU 性能，這代 M5 和前代的 M4 用的是相同的4+6核規格的 CPU， 架構換成了新一代啊，頻率呢也有所提升。那在被動散熱的13寸 MacBook Air 裡，歷代 Cinebench 的多核成績都有10%到20%的提升，單核提升幅度呢在15%左右。多核成績比主動散熱的 MacBook Pro M5 低一點。那歷代裡呢 CPU 提升幅度最大的還得是 M4。那在被動散熱的 Air 裡啊，你還是能看到 M5 的 CPU 能效確實是有進步的。GPU 基準測試 3D Mark SNL 裡，被動散熱的 MacBook Air 13跑出了5098分的成績，那這個成績比 MacBook Pro 僅僅是稍低一點，相比較於前代的 M4 MacBook Air 啊，還是高了不少。那這個30%左右的提升幅度呢，也是 M1 到 M5 當中 GPU 提升幅度較大的一代。7ZIP壓縮和解压測試當中 ，M5 相較於 M4 的提升幅度在10%到15%左右，被動散熱的 Air 呢，只比主動散热的 Pro 低了一點啊。那因為測試時間並不長，所以它還沒有到這個降频的時候。那 Blender 的 CPU 測試當中呢 ，M5 相較於 M4 依然保持了10%左右的提升。寶馬27這個測試場景的測試時長不短啊，那被動散熱的 MacBook Air 明顯會比 MacBook Pro 要弱一些。基本上呢，這裡的提升幅度就取決於能效的進步了。那 Blender 的 GPU 測試當中 ，M5 這顆 GPU 表現就相當的強了，比起 M4 的渲染速度幾乎快了超過60%啊，這也進一步印證了 M5 這代 GPU 提升幅度比較大的印象。那麼接下來看看 Xcode Benchmark 編譯性能測試，這裡 M5 相較於 M4 依然是快了10%出頭，基本上長時間滿載降頻之後 ，M5 和 M4 的 CPU 差別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水平了。那麼在 Puregeekbench 的測試當中，在 Photoshop 裡 M5 的提升幅度不算特別大，那在這個測試裡呢 ，CPU 是關鍵因素啊，所以你會看到 M4 這代的提升是比較明顯的，但在 PR 裡面 M5 的提升幅度就相當可觀了。因為 PR 對編解碼器和 GPU 的要求要比 PS 敏感得多啊，所以 M5 的性能收益就很明顯了。那 M5 這代的 GPU 性能提升很明顯啊，如果你用的軟件 GPU 參與度是比較高的，或者是和 AI 相關的，那它的性能提升感知就是比較強的。比如說這張 RAW 照片啊，那麼在 Photoshop Camera Raw 裡，我們用它的神經網絡降噪功能啊，把這張 Z8 拍的高 ISO 的照片降個噪，你能明顯感覺到 M5 的 Air 比 M4 的快，而且因為這個時間不長啊，所以被動散熱的 M5 Air 也沒有比 Pro 慢多少。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Logic Pro 的這個大分軌拆分器裡面。那這個功能呢，是利用 AI 把一首歌拆成幾個樂器分別的分軌啊，非常有用的一個功能。那 M5 的 Air 在這裡也明顯比 M4 要快，所以這些以利用 GPU 為主或者是 AI 相關的生產力應用，那你能感覺到 M5 這代的提升是比較顯著的。所以很明顯啊 ，M5 這代的 GPU 提升才是重头戲。那這也讓我很好奇啊 ，M5 放在 MacBook Air 这種被動散熱的機身裡，遊戲表現會怎麼樣啊？那 MacBook Air 13寸這款機型啊，由於被動散熱的原因，遊戲裡的性能相比較於主動散熱機型的差距是相當大的。那 M5 會不會憑借着 GPU 優秀的能效表現，給我們一些驚喜呢？直接上2077試試看啊，1920×1200分辨率，低畫質不開超分的情況下 ，M5 的 MacBook Air 跑出了36帧的平均帧，比 M4 的 Air 提升了接近35%啊。那這個提升幅度也成為了 M1 到 M5 歷代裡提升最大的一代。看起來在被動散熱機身裡 ，M5 的遊戲能效比 M4 是有巨大進步的。那在開啟了 Metal FX 質量檔超分之後 ，M5 的 Air 跑出了54帧的平均帧，比起 M4 的領先幅度進一步拉大到了接近40%啊。那這顆新 GPU 確實給力。那麼這台 Air 和同為 M5 帶風扇的 MacBook Pro 相比又如何呢？那13寸的 MacBook Air 在持續運行2077這樣的遊戲時呢 ，SoC 的功耗穩定下來就只有不到10瓦了。那在鍵盤表面溫度比較高的情況下，長時間運行之後，甚至會降到6瓦左右。我做了一張不同功率下它的2077帧數曲線啊，你可以參考一下。而帶風扇的 MacBook Pro 在長時間運行之後的功耗大概還是保持在20瓦左右，這樣的功耗差距也就帶來了40%的實際性能差距啊。那麼在長時間運行2077這樣的大型遊戲時，那 M5 的帶風扇的 MacBook Pro 帧數差不多要高出40%，所以如果你的應用需要長時間滿載運行，主動散熱的 MacBook Pro 依然是更好的選擇。那其他遊戲的情況也和2077類似。那在《博德之門3》當中，1200P 低畫質 M5 的 Air 在開始時是可以跑到60帧的，那隨着運行時間變長，逐漸會降低到50帧以下。
M4 的 Air 呢，則會在剛開始的時候跑出47到48幀，一段時間之後穩定在30幀出頭。M5 的 Air 比 M4 的 Air 強不少，但主動散熱的 MacBook Pro 還是明顯有優勢啊，基本可以一直穩定在60幀以上。那轉移的 Air 燈法環裡，1200P 低畫質 M5 Air 剛開始能跑滿60幀，那一段時間降頻之後會掉到50幀左右。M4 的 Air 呢，則會從50幀左右逐漸掉到30多幀。主動散熱的 M5 MacBook Pro 呢，依然可以全程跑到60幀。那這代 M5 的 Air 雖然說被動散熱下遊戲性能相較前代提升不少，但是和主動散熱機型相比，依然有着不小的持續性的差距。那你們也知道，續航是 MacBook 的傳統優勢啊。那這代 MacBook Air 13測下來呢，續航時間呢是12小時左右，這個成績基本上和 M4 的 Air 相比沒啥區別啊，還是一個比較優秀的水平。那比起14寸的 M5 MacBook Pro 呢是要短一些的。但我要說的是，隨着 Lunar Lake 和 Panther Lake 的推出 ，Windows 陣營輕薄本的續航表現也逐漸趕上來了。比如說定位相近的小米 Book Pro 14的續航時間也已經有9個多小時，快10個小時了。那如果重量稍微重一些的、調教比較用心的 Windows 筆記本，現在他們的續航是可以做到接近這台 MacBook Air 的。那我們簡單測試了一下 M5 MacBook Air 之後呢，你就知道啊，這個 MacBook Air 它是那種你知道一定不會差，但是這種常規更新下很難讓你眼前一亮的產品。如果你不好好測試一下它的性能表現，你都不知道 M5 對於 MacBook Air 的意義到底在哪兒啊？那 M5 這代 Air 的性能提升幅度在歷代裡都屬於相對比較大的，主要是 GPU 的提升相當顯著，加上16+512G 起步的配置，我個人覺得它就是目前最值得入手的 MacBook 新品。不過話又說回來啊 ，MacBook Air 這代模具已經陪伴我們4年了，我還是希望看到下一代 MacBook Air 能夠煥然一新啊。畢竟吸引人購買 MacBook Air 最大的理由從來都不會是性能，你說對吧？那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了。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支持我們一下，也別忘了關注我們的頻道。我們下期節目再見。